姚倩姐，你跟他说了什么？我问你话呢。你希望我说什么呢？说。看把你急的。早知道你这么想见我，我就不骗你了。你骗我了？好玩吗？不好玩。我本来是想告诉叶文彤的，可是转念一想，我还是应该先把你抢回来才对。你不应该谢谢我吗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爱你。静怡，这是我早晨打扫卫生时发现的。在哪里发现的？就在这儿发现的。静怡打电话给我，我得马上回去。我不让你走，我不让你走。让开！你不是爱我吗？那我求求你了，陪陪我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得马上走。王姬。静怡，姐，我预感着有不好的事发生。怎么了？你看，这个呀，这个是我弄坏的。我想把照片弄成大头贴，结果就把照片给弄掉了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吓死我了！对不起啊。以后不可以这样了。一会儿到家之后呢，我给你打电话，别担心。好啊。你要早睡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你也要早睡啊，听话。好。哎，倩倩，你回来了，我送送她，马上回来。真舍不得你走。那没办法，明天还要工作呢。路上开车小心。你嘴怎么了？怎么破了？啊，这个刚才太想见你了，碰门上了。小心一点。好心疼啊。好了，走了啊。拜拜。拜。哎，倩倩，你还没有进屋啊？静怡，我不是跟你说过要带你见我男朋友的吗？对呀，什么时候？明天好吗？好啊，这么说定了。好。你今天都去哪儿了？哪儿也没去。那在外面晃了一天。喂。今天下午3点钟在健身房，我找你有事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那下午见了。
静怡，今天下午3点钟，在我的健身房，我男朋友要来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好的，拜拜，拜拜。阿姨，干嘛呢？静怡嘀嘀咕咕的这俩啊 It's a secret。哦，还保密了。上次见你跳舞是在意大利，那个时候你真的很美。我相信你说的话，所以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我真的能够感觉得到。我能听到这里的声音，他说他很想我。我们以前在意大利的时候，是多么幸福，多么无忧无虑。难道真的回不到从前吗？回不去了。如果真的回不去，你为什么还带着他？你想要吗？我还给你。那你把感情也还给我，你能吗？姚倩倩，你想把回忆都毁掉吗？我不能没有你，我想不到别人，我心里面只有你，你把我的心都给搅乱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啊？别姐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对你来说那么重要。叶静怡会像我这么爱你吗？他至少不会装腔作势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演技我看起来实在太累了。我好歹也爱过你，你何必要这样？这些天你就想了这些？我想的还是太少了。本来我以为遇上了真爱，但是没想到。有话你就说明白，别遮遮掩掩的。好，你要钱可以跟我直说，你用得着玩勒索吗？对于时间这么短的感情来说，已经足够了吧？我给的少了，但是对不起，我1分钱也不想再多给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怎么能这样？王姬，你王八蛋！你王八蛋！我做的已经仁至义尽了。你的继父拿了我的钱，写了保证书，说永远不来烦我，所以你少来威胁我。我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这跟我没有关系。有没有关系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好
我本来想跟你好聚好散的，你却拿叶文彤来威胁我。这个是你用无数的谎言和你的身体换来的，你拿去用吧。对了，还有这块表，说实话，我一点也不喜欢。 喂，静怡，我突然特别想你。我在外面呢，你在哪？我来找倩倩，我都已经迟到了。你找倩倩？你找倩倩干什么呀？我们约的3点钟见面，也不知道她会不会生气。哦，我知道。她说她介绍男朋友给我认识，我是不是有点八卦？静怡，我妈刚才找你，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吧。啊？是吗？那我现在打过去。倩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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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姚倩倩。姚倩倩，你给我玩真的？你吃。我觉得齐爱山不错，听说那里很美，很多电影都是在那里拍的。静怡，对不起啊，我妈这个人吧，太保守了，要不咱们……没关系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就算天天待在家里，我都愿意。真乖。 接呀！啊，喂，你好。你马上出来见我。不好意思，现在我走不开。你以为你能躲得掉我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头脑非常不清醒，不要逼我做出让你自己后悔的事情。啊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再联系。 谁啊？一个客户。要不咱就去齐爱山。好。哎，我回来了，倩倩回来了。候了那么多久啊？你今天是怎么回事？约好了我又放我鸽子，害得我满大街喊你的名字。你看见我了吗？当然了，快到门口的时候，看到你匆匆忙忙的跑出来，跳上出租车就跑了。怎么了？我今天跟我男朋友吵架了。 所以和你约会的事情我早就忘了。又吵架了？来坐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静怡，要不我回避一下吧？回避？回避什么？你不想听一听吗？我说的可都是男人的话题。可能是爸妈回来了。你想干什么？都是你逼的。
你们吃烛光晚餐也不带上我们。哎，吃烛光晚餐的时候叫着我们的话。哎，叔叔阿姨来了。都在呀。啊，叔叔阿姨啊，你时间不太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们回来，他走了，你看。就是啊。啊，叔叔阿姨。明天我会带我男朋友回来，让大家见一见，好帮我参谋参谋。哎呀，这可是个大喜事啊！我们倩倩有男朋友了。哎，明天来，那王姐来啊！好，一起参谋参谋，人多热闹。啊，叔叔阿姨，那我先走了。行了，走吧。我送送你。倩倩真不容易，成天跟男朋友吵架。各自有各自的命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也不能这么说。每当看到他这样，我就很心疼他。本来家里的事够烦了，现在谈个男朋友还一波三折的。强扭的瓜不甜，你该多劝劝他。可倩倩真的很爱他。但有种爱，叫做放手。你爱我，会放开我的手吗？你说呢？我问你呢。不会的。静怡，早点睡吧啊。你的手表呢？哦，坏了，放在家里了。路上小心。拜拜。拜拜。喂，姚倩倩，你打算明天向所有人揭发我是吧？我只是觉得一切都该结束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你不累吗？有什么事儿你当面跟我说。你现在给我出来。可是我现在很忙，出不去怎么办？我现在不管你干什么，你马上给我出来！这么晚了要去哪儿？我要去接见一下他。那你俩不要吵架。放心吧，不会的。我还有东西没还给他呢，不用等我了。请慢用。这是你让我开心的一点小意思，拿去当零花钱用吧。原封不动的还给我，像你的风格。我妈的那个男人拿的那些钱，我会还给你的，一分都不会少。给你钱这件事儿，我向你表示道歉。晚了，我的心已经伤得不能再伤了。王静，你现在是不是很紧张啊？明天一切都可以真相大白了，我想问问你，你是什么心情？你是铁了心要把我毁掉是吗？我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很幽默，你把我的一切都给毁了。我只是想让这场游戏更公平一些而已。这件事怪我，不该怪我，应该怪你的家人。是他们勒索我，他们想要钱，我给他而已，我有错吗？你把自己摘得好干净啊！这是事实。可是，谁毁了我的自尊，我就不会让他好过。原来是这样，所以你要破坏我的婚姻，毁掉我的人生，因为你想告诉我，得罪你姚倩倩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，对吧？别把我说的那么恶，我只是想让你尝一尝被毁灭是一种什么滋味。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你自负呢，
还是愚蠢？你觉得你这些话，别人会相信吗？我当然是有证据才敢这么说呀。证据？什么证据？亲爱的，还记得当年我们在意大利的时候拍的那些照片吗？我原封不动的都存在电脑里面，而恰巧被叶文彤给看见了。明天呢，我会和叶静怡一起去取回电脑，顺便让她看看我们的照片。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呢？哦，当然了，这么一来呢，你和静怡就结不了婚了。你说，我是不是该恭喜你呢？你要是敢这么做的话，我就敢这么做了，怎么了？现在这个年头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更何况我一个人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大不了失去你和叶静怡，我无所谓，不在乎。爸，你找我？哎，来，这个给你们结婚用。给王进呢换辆新车，堂堂老爷车早该进修理厂了。谢谢爸，我替王进先谢谢你。你还爱我？我恨你。没有爱哪来的恨？你越是这么样跟我对着干，越证明你爱我。我又猜对了，累不累呀？你隐藏的那么深，啊？要不这样吧，我帮你做个决定，今天做个了断。我把叶静怡叫过来，咱们3个人好好聊聊。没有人接，你想怎样？全部公开啊！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省得今天拖明天，明天拖后天的。你不就是想把我毁了 ？OK， 大不了咱俩一起死。我说的对不对，姚倩倩？喂。是我，我现在跟姚倩倩在一起呢，就在你家前面的酒吧里。好，你能过来一下吗？我等你。你笑什么？我真的没想到，你有这么大的勇气。真不愧是我爱过的男人。当然了，要不然我怎么对得起你呢？哎，叶文彤，鬼鬼祟祟的要去哪儿？我同学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出去玩玩。这都几点了？不会很晚的。那你注意安全。我走了。别太晚回来啊，丫头。啊。爸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哎。你不觉得这场游戏结束的太容易了吗？不会的，一定会很刺激。是吗？面对梦想的破碎和人生的挫折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相比之下，我更担心你呀。我是一个男人，丢点脸无所谓，顶多是背负花心的罪名。而你，叶家对你那么好，你却背叛他们，你不怕别人说你什么吗？你倒关心起我来了，你还真像个好人呢。这才哪到哪儿啊！我为你准备了一出压轴大戏。什么？
姚倩倩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伤害我还不够吗？你还要伤害静怡吗？你对得起静怡吗？你跟踪我不觉得有点过分吗？你说什么呢？在意大利的时候，你硬要当我的翻译，还要跟我拍照片，我就觉得奇怪。我现在是明白了，你准备拿这些照片来威胁我，对不对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呢？这个世界上怎么有你这样的女人？原来一直是你在勾引我姐夫啊！原来这都是你设计好的，这就是你说的压轴大戏。温彤，你千万别相信他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。是你一直在跟踪我，死皮赖脸的纠缠我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所以给你打个电话。姚倩倩，你没毛病吧你啊？你小男人想疯了！我姐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对她男朋友做这种事儿！你的妒忌心太强了。你跟我说过，你要抢走静怡的一切。你看不得她好，静怡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？不是的，不是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？好了，现在文彤都在呢，你还撒谎？文彤，你不要相信他，是他先在意大利的时候背叛你姐姐，现在又在这个地方假惺惺的演戏，是你不可饶恕。说到底，你就是妒忌我姐。你从小就这样，表面上装得很无辜，其实暗地里一直利用我姐的善良去伤害她。我没有，我一次都没有。我姐一直都特别相信你，可我不一样。我知道你是什么货色，你到底为什么接近我姐，你比谁都清楚。所以，你才会相信这些低级的谎言吗？你才认识他多久？你知道吗？他为什么接近你姐姐的吗？他是另有目的的。看见这个了吗？这是他给我的封口费。只有心虚的人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。这张支票是我给他的，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文彤？是你让你的继父来敲诈我。我明白了，是他利用你们的合照来勒索你的钱，对吧？当你拿不出更多钱的时候，他就要向我父母抖落一切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，文彤。我现在最后悔的是，我从意大利回来，才知道他是静怡的朋友。我应该早点告诉你姐，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。够了你！不要再撒谎了！你以为静怡会相信你的话吗？你不要再演戏，不要再撒谎了！不管静怡相不相信我，我唯一爱的人就是静怡，永远不会变。可笑，愚蠢的可笑。可笑的是你，愚蠢的也是你。你做了那么多坏事儿，你就不怕被老天爷收了吗？啊！你把我姐玩得团团转，你觉得你很聪明是不是？姚倩倩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是再敢动我姐的心思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会盯着你的。不是的，文彤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他是在家撒谎。别说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姐和我姐夫以后一定会过得特别的美好，特别的幸福，你就等着嫉妒吧。走，姐夫。倩倩，收下这个钱吧。世界那么大，我相信爱你的人一定存在的。忘了你，想忘了你，你的笑刺痛我眼睛，不愿意输给你，看不穿猜不透的心，会用太多不经。这就是爱情吗？让我歇斯底里，这就是我用血换来的爱情吗？
又放不下依赖。疯了的也拒绝平安，我的明天真的与你无关。别再讲，别再说爱与不爱。着了魔又熄了火，你用倔强等我错，太迷惑让我虚脱，眼看着泪都结成冰，当多情背叛无情。说实话，我一点也不喜欢。惩罚我狂妄的任性。爱是你给的伤害，不爱却又放不下依赖。疯了的也拒绝平安，我的明天真的与你无关。到后来才发现，真以为你能赢得了我吗？喂，倩倩，你怎么回事儿？怎么不回家来？还记得我们今天要干什么吗？我没有忘记。好，到时间。喂，哎，我已经出来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啊，对，好，谢谢。喂，文彤，是我。什么啊，姐夫？你再说一遍。啊？他不会真的带我姐去了吧？他俩应该在一起。这个死女人还真是蹬鼻子上脸。姐夫，你放心，这事坏不了，我知道怎么办了。嗯。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家有急事儿，我要请假。你家狗要当姥姥了？这是你做的吧？自己看看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！你赶紧按上面的批注给我修改了。一天到晚东跑西颠的，心思不花在工作上。再这样你别来了。哎呀！什么了？好了，我切记。这是我点的。再来，这是大鱼没用，不行。
试试一下那么多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哎，来了，坐。好了，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，我的好朋友叶静怡，机场你们见过，于清江。好朋友，看来好朋友还真是拿来背叛的哦。我很佩服你的心理素质，真的。我知道你不想见到我，但我觉得有些事吧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我认为吧，有些事儿搁谁都没法原谅。你有完没完了？你还是男人吗？你少跟我装蒜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是自己坦白交代，然后承认错误，悔过自新呢，还是让我兜出来说？等会儿，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姚倩倩，你有这样的好朋友，我真为你痛心。你少在我朋友面前挑拨离间，好不好？喂？什么？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去。我妹给我打电话说家里有事儿，让我赶紧回去。可是静怡，你还没有看我男朋友的照片呢。没有心情了，晚上拿回给我看吧。你这是要逃跑啊？你有病啊！静怡，哎呦，还真够嚣张的。哎，我说，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虽然是个局外人，但是我也有起码的正义感。我只想提醒你，你小心点你这朋友吧，啊。它是澳大利亚的国宝，叫奥玉手珠。那么它是用18K 钻石镶嵌的，这3个手珠是极品，它非常漂亮，颜色很鲜艳。这2条我都要了，帮我包起来好吗？妈，回来啦！妈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没头没脑的，怎么了？这是？文彤说家里出事儿了。哦，这是彤彤给你的。说是只许你一个人看，还挺神秘的呢。就这事儿？这家伙，吓死我了！这是什么啊？这穿不穿有区别吗？你的电脑我终于修好了，请验收。真不明白你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静怡可不是随便跟人有过节的女孩子。你会明白的。怎么样？你的照片呢？啊？我照片呢？没修好吗？你不是说你有办法恢复的吗？是啊，我专门让我的下属找的是电脑专家修复的。你下属？啊？你不是亲自去的？我自己哪会修电脑啊？我看见你电脑里的照片了，你和王静那些恶了吧性的照片。倩倩，看我的结婚礼服，漂亮吗？那戒指哪儿来的？那么老土。这可是王家的传家宝，我婆婆送我的。爷，老公，你来了。哎，明义也来了。好好。怎么现在就穿上了呀？马上就要举行结婚典礼了，所以先试一下。我这儿还有好多首饰，帮我选一下。好啊。
这封哎，冻成夏草，拿回去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妈又不会做，给太白香了。我听说你们今天晚上要去喝酒。这个你也知道啊。哎呀，结婚前的最后一点的放纵吧。看在你马上也失去自由的份上，我勉强同意。真好。啊，对了，我们结婚以后，倩倩也住这儿吗？当然不会了，我要去你家住了，她自己住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啊？去我家住，不过2人世界了。你从小就跟妈妈住在一起，忽然走了，我怕她不适应。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哎呀，年轻就是好啊！你看看一个一个多惨吧。我觉得还都不错嘛，自己挑挑。这都什么呀？一个个的俗物！哎呦，哥，这个好，眼神迷离，跟你看见特别的般配，看看，喜欢吗？我觉得不错，不错，很喜欢吗？归你了。喂，哎，姚倩倩。王静走了，走了。哎，礼服合身吗？不愧是大师的做工，超出我的想象。满意就好。哎，你婆婆今天送来的东西你看见了吗？看到了。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妈，2个人结婚不在那个，就算王静什么都不送给我，我也会嫁给他的。这不明摆着他们家不重视你吗？你想多了，他妈对我还是挺好的。哪儿好了啊？这是结婚啊，就一副耳环，一个项链啊，还有戒指呢，他们家的传家宝。我说你傻吧啊？那随便小摊上买一个，那也叫传家宝呀。妈，我知道你生气，可是幸不幸福不能拿这些东西来衡量。你呀，就等着以后受气吧啊！只要能嫁给王静，就算是受气我也愿意。活该你！妈，那方丫头又给我们打电话，非要和我们谈判。妈陪你去，多大点事儿啊！明宇，在婚礼之前，你帮我盯着姚倩倩，我怕他们2口子管不住她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死跟到底的。一天搞不定姚倩倩，我心里就一天不踏实。王总啊，我今天又看见她了，你别说，她还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。越漂亮的女人，就越危险。我们去楼上吧。撒球带一次，撒球带一，撒枪带一个。没有，没有。走，4、5、6、7、8。别玩了，玩什么呀？走。你干嘛呀？谁又招你了？我说你这心怎么这么大呀？啊，我这急得脑袋瓜上都起包了。你这钱什么时候还呢？还什么钱呀？王进的钱。咱跟人是签了约了的，在法律上生效的。怎么又扯到法律上来了？那可不是嘛！咱就算把钱给还回去，人还可以告咱违约啊。到时候法院一判个10年8年的，下半辈子吃窝头。这么严重啊？那是啊，所以现在不是还不还钱的事儿，而是倩倩不能再跟王进这么纠缠下去了。对，我都帮你想好了啊，咱这房子咱不租出去了，咱给倩倩留着。你跟倩倩说，让她搬回来，这样呢，她就能跟王进疏远一点。合同咱也履行了，钱咱还不用还了。对呀。哎呦，老赵同志啊，都说聪明的头上不长毛，
我这老公啊就是行，以后啊我全听你的。我给你整点好吃的去啊。哎呀，局给搅了。其实你不约我出来，我也在想着是不是应该把你约出来，因为我有些事儿也想告诉你。我知道你为什么心烦。你知道？对，一定是因为你的未婚夫和你最好的朋友，他们俩在一起，对吗？那天我在超市的时候看见他们俩了。这事儿跟我其实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咱们也不是很熟。我一直在纠结，到底是告诉你呢，还是不告诉你。对不起啊。我本来还想约你出来聊聊天、诉诉苦，没想到你什么都知道了。其实说句老实话，这事儿落在谁身上，都会很难过。作为朋友，我劝你一句，我觉得这俩人啊都不靠谱，你还是小心着点。好，能帮我倒杯酒吗？没问题，我其实还是很同情你的。谢谢你啊，你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朋友。干了！干！今天真是舒心的。哎，那我送送你吧。不用，我还有事。行，电脑的事情实在是太对不住了，害得你那么珍贵的照片都丢了。嗨，没关系，咱俩两清了。谢谢你大度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明宇，我出去一下，你等着我。姚倩倩，等等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换得很快啊。他是谁？你想娶我吗？倩倩，你不要糟践自己。我干嘛要糟践自己？只许你找有钱的女人，我不可以找别的男人吗？姚倩倩，那个男人不错，是叶文彤的上司，也是一个高管。嫁给他，我这一生也算是坐上高铁了。你难道不应该感谢那个男人吗？正因为这样，我以后就不会再纠缠你了。他为你省了多少钱呢？我是认真的。我也没开玩笑。王静，你不想要的东西，还不许别的男人碰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妈，走吧，我收拾好了啊。妈，你要把这个给他们送去啊？这可是叶静怡送给我们的。怎么了？这太不地道了吧？这有什么不地道的啊？还不是因为你，不为了你，我能给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那么贵。是你打的人太贵了。好像你明白事儿似的啊！你妈我活了半辈子，我啥不懂啊？谁不知道这冬虫夏草贵呀？啊，你不贵的东西你送给别人，别人会要吗？拿好喽！一会儿到那儿跟人好好说话，态度好点儿，记住了？
走吧。你找什么呢？我那个戒指。对了，倩倩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婆婆给我那个戒指？就是我昨天给你看的那个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别多想啊，我就是问问。你丢了东西就来问我？这屋里不就咱俩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东西是我拿的喽？倩倩，你怎么这么说？我就随口一问。你每次都是这样子，随口随心一问，伤了人还一脸无辜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听不明白啊？自己慢慢琢磨吧。倩倩，倩倩，对不起啊！哎呀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哇，这里的东西也太贵了吧？还不都是因为你呀？不是为了你，我才不会到这儿来呢。咦，猜这豆腐多少钱一份？多少钱一份？78。78？我可以买1车豆腐了。可不是。你怎么那么不守时啊？你喊什么喊啊？要不是你低三下四来求我，我还不来呢。你这人怎么说话呀？就这么说话，你爱听不听？姑娘，既然已经来了，请坐哈。不错啊。啊！我就是被这疯丫头打的。喂。哦，静，我怎么办呢？没事儿，不就丢个戒指吗？我再给你买一个。那是普通的戒指吗？那是王家的传家宝。你妈要知道我弄丢了，非气疯了不可。那我就跟我妈说，是我弄丢的。你要是站在我这边，你妈更生气了。我不能让我的老婆受委屈啊。唉，委屈就委屈吧，反正我就是受气的。哟，谁给老婆受气了？我找谁评理去？怎么办呀？亲家母，要不要叫服务员上菜了呀？我们不饿。那个什么哈，文彤呢，这些年一直在外面上学，我们还不认识，今天算是认识了，我们真是有缘，有缘哈。怎么才跟他有缘呢？说什么呢？你女儿真是牙尖嘴利啊！她小，不懂事儿。听王静说，好像大我们彤彤不少岁呢。是，这不久我们就要成一家人了。要按这么说的话，那真是王燕儿，是比文彤大，文彤得叫王燕儿姐姐了。我叫她姐，我没病吧我？叫我姐算便宜你了。哎，你怎么说话的呀？啊，你早上刷牙了吗？你闻闻，来，闻。你怎么没有教养啊？你妈怎么教育你的？你有没有教养啊？够了，我们走。亲着我，听我说，王燕儿，你怎么回事呢？啊，来的时候我怎么教你的啊？这孩子太不懂事儿了。亲家母，听说文彤缝针了，是不是？真的，王燕儿他们年纪小，动手没个轻重的。回来我就说他，真的我说他了。亲家母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回去我得好好说他，还得说他。亲家母，咱们坐，请坐啊，消消气儿，请坐。我还受伤了呢。闭嘴！
有人觉得缝了3针没什么，可我心疼的像缝了30针一样。亲家母啊，你说这话我能理解，我也是做妈的，是我的错，我叫你无芳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王燕和文通好好相处的。回去以后，我一定好好教育王燕，让她回国自新，重新做人。哎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你们，妈，你看，还拿我们家的东西送人。这，你们也太过分了，这是。亲家母，你听我说啊！别说了。之前口口声声对我们出言不逊啊，还恶人先告状，现打电话来挑衅。冯真上院的可是我们家彤彤啊，结果呢，啊，你们连问候都没有一声，就让我们赔偿，这跟敲诈有什么区别啊？一件小事情就能反映出一个做人的本质。这我要把女儿嫁过去，我能放心吗？我。那亲家母，你这话我可不爱听了啊！我们家对静怡一直都是毕恭毕敬的，就差点大块板把她供上了，你还要我们怎么样啊？再说了，王家挣那么点钱，全搭在她身上了，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意思啊？既然你这样黑白颠倒，那么咱们不妨把话敞开了说。婆家过聘礼呀，你看看你们送的都是什么呀？虽然真金白银的，可是我们不缺那点东西啊。但是那也太伤人心了吧，连颗钻石都没有啊！你们有没有把我女儿放在眼里呀？啊，倒腾了2床破棉被，那是什么呀？现在谁家还用那玩意儿啊？啊，你以为是你结婚那会儿啊？王静跟静怡结婚是他们俩你情我愿的，你别说的好像是我们巴结你们似的。就说我给静怡的聘礼是轻了点，那我也是倾其所有啊！我是礼轻人意重嘛。再说了，那2双棉被我可是熬了好几个晚上，我亲手续出来的，花多少钱也买不来呀。还倾其所有啊？每次王静来我们家，静怡她爸不给钱吗？那够买多少床棉被的？亲家母，你这话说的可是太伤人了啊！我们可没做伤人的事情，还被当场抓住了把柄。抓住什么把柄了？不就2盒冬虫夏草吗？还给你们。给静怡的聘礼你们不爱要，退给我，我给我女儿用去。哎呀，还退什么聘礼呀？干脆连婚都一起退了吧。我就说他是个扫把星吧，哼，还让我说对了。今天这事儿全怪你，真是的。我说我这几天嘛，右眼皮老跳。哟，可不是嘛！你看你爸这香啊倒了。哎呀，我说老头子啊，你在上面也不保佑保佑我们这些孤儿寡母的啊！你看儿子好好的婚事吧，被我们搅黄了。你说这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妈，你在怪我是吧？我又不知道她是叶锦怡的妹妹。你消停点吧。等会儿你哥回来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妈，他们不至于退婚了吧？哎呀，这过2天就结婚了，如果现在退婚的话，那叶家得损失多少钱啊？你的脑子转转好不好啊？他叶家在乎那点钱吗？那人家在乎名声啊。哎呀，你们跟着我们南征北战，要不然我把你们吃了吧。你怎么回事啊？真是的，成天就知道吃，就一吃货。我说不接就不接。你这是干嘛嘛？干嘛？我就是要告诉静怡，退婚，必须退婚。这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吗？你有必要搞出这么大个动静啊？鸡毛蒜皮？你知道他今天跟我说什么吗？啊，还鸡毛蒜皮呢？你看看，一个被打得缝了针，一个啊，你知道他今天跟我说什么吗？让我把棉花被退回去，给他女儿盖。我真的都不知道怎么说他们家人好了。我跟你说，这种家庭跟我们的距离太远了。静怡就是嫁过去，也没什么好日子过。我跟你说，
我当初要是看中他的家庭背景，那一早我就不会同意他们来往。秀英，听我说，静怡嫁的是王进这个人，对吧？只要你小两口将来过得热热乎乎、幸幸福福的，那比什么都强吗？不是？我也不说找什么大富大贵的，但至少得沟通吧。你看，就这样，我的天哪！这都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，好吧？你呀，要多替人家静怡着想，别闹了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在替自己想？不是。你是觉得我是后妈，只看重聘礼，不看重静怡的幸福吗？你太让人寒心了，你。不是，秀英，我说错了。我养了静怡20年，结果呢，我还是落下个后妈的名声。我口误。我去找静怡去。你那。静怡，给王进打电话，告诉他，这个婚我们不结了。妈，你放心，妈给你找个好的，肯定比王进强。怎么还非得嫁给他们家啊？那你先把我给杀了吧！我看你是想要你这个妈呀，还是要那个王进？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别这么说行吗？你要是还把我当成你的妈，你要是还叫我这声妈，就跟王进一刀两断。妈，静怡呀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，我都是怎么对你的妈？妈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我知道吗？你别哭了吗？妈，你别生气了，生气。去打电话去。其实我也没说什么，大家都是话赶话，也不知道怎么地就说都退婚了。儿子，你到他们家去看看吧，啊？不去。儿子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犯什么倔脾气啊？气归气，但是话不说出来，咱们可是就吃哑巴亏了呀。人家都退婚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呀？多丢脸呀！